欢迎来到科学耳语频道，我们在这里分享科学概念中的微学习视频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揭开发烧的症状，了解身体对高温的反应。介绍，发烧是对各种感染疾病和潜在医疗状况的常见身体反应，它的特点是体温升高超过97到99度 F36到37度的正常范围。虽然发烧本身不是一种疾病，但它通常是身体正在抵抗感染的警告信号。本文旨在探讨与发烧相关的常见症状，帮助个人更好地理解这种生理反应及其影响。身体对发烧的反应，当身体检测到外来病原体，例如细菌或病毒的存在时，它会激活其防御机制。这些反应之一是通过下丘脑提高身体的核心温度。下丘脑是负责调节体温的大脑部分，温度的升高为病原体创造了不利的环境，有助于破坏它们并抑制它们的繁殖。虽然温度升高是一种重要的防御机制，但它也会导致一系列症状。发烧的常见症状，体温升高，发烧最明显和明确的症状是体温升高到正常范围以上，它可能因根本原因而异，范围从低烧略高于正常水平，到高烧超过101度 F 或 38.3摄氏度，发冷和发抖。随着体温升高，它通常会触发保存热量的反应，从而导致发冷和发抖。肌肉迅速收缩和放松，产生热量并试图将身体温度恢复到新的设定点。全身无力和疲劳，发烧会引起虚弱、疲劳和嗜睡的感觉，身体为维持高温而增加的新陈代谢率可能会导致这种症状。此外，免疫系统的激活和对抗根本原因的努力会使人感到疲倦和精疲力尽。头痛和身体疼痛，许多人在发烧期间会出现头痛和身体疼痛。这些症状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可能涉及某些化学物质和细胞因子的释放、炎症以及与身体免疫反应相关的肌肉紧张、出汗和脱水。随着身体温度升高，它试图通过出汗来散发多余的热量。出汗是一种自然的冷却机制，有助于调节体温。然而，它会导致体液流失和随后的脱水，尤其是当个体未能充分补充流失的体液时。食欲不振，发烧通常会导致食欲下降，这被认为是一种保护机制，因为身体将其能量和资源集中在对抗感染而不是消化上。即使食欲下降，保持水分和食用营养丰富的食物也很重要。何时就医？虽然发烧通常是一种暂时的自限性疾病，但某些情况需要就医。持续数天以上的高烧，高于103度 F 或 39.4摄氏度，伴有发烧的严重头痛或颈部僵硬，呼吸困难或胸痛，意识模糊、癫痫发作或意识丧失，脱水迹象，例如极度口渴、口干和小便次数少。结论，发烧是一种生理反应，表明身体正在与感染或疾病做斗争。了解与发烧相关的常见症状，可以帮助个人识别他们的身体何时开始防御。虽然大多数发烧会自行消退，但必须监测症状并在必要时就医。适当的休息、补水和非处方退烧药通常可以减轻不适并帮助恢复。请记住，发烧本身不是敌人，而是身体正在积极努力恢复平衡并抵御潜在威胁的迹象。通过注意发烧症状并采取适当措施，个人可以支持身体的康复过程并促进整体健康。如果您担心自己发烧或症状持续或恶化，请记得咨询医疗保健专业人员。通过适当的护理和关注，大多数发烧病例都可以得到有效控制，从而使个人康复并恢复健康。